沉寂多时的小鹏汽车突然高调推出飞行汽车，并于8月26日在长沙实现首飞，成为小鹏汽车发展的里程碑，也为整个交通领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是此举对小鹏汽车有多大现实意义呢？小鹏汽车今年市场表现乏力，飞行汽车飞越湘江是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展示技术实力？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直升飞机点头了，快看！8月26日早上，长沙滨江文化园洲头广场人头攒动，大家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对着天空拍摄。直升机的表演只是前菜，很快正餐启动了。3、2、1，起飞！随着一声令下，一辆小鹏汇天旅行者 X2 从1.5公里处的江对岸缓缓起飞，姿态优雅地越过湘江江面，又平稳地降落在三馆一厅洲头广场上，全程用时4分钟。旅行者 X2 是由小鹏汇天自主研发制造的第5代产品，是一款双人智能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小鹏汇天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飞行汽车公司，是小鹏汽车的生态企业。小鹏汇天融合智能汽车与现代航空，致力于为个人用户打造最安全的智能电动飞行汽车，为人类城市立体交通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旅行者 X2 采用封闭式座舱，外观与小鹏汽车 P7 共享设计基因，通过极简元素的空间碰撞，呈现水滴状光洁纯粹的造型，在拥有科幻外观的同时，兼顾高效率空气动力学，实现飞行时的极致气动性能。它拥有自主驾驶、雷达测距、感知避障等多项技术，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它的长宽高分别为 4.97 米、4.78 米和 1.36 米，机臂可进行折叠，螺旋桨直径约 1.83 米，整机采用全碳纤维结构，起飞后续航时间约为25分钟，空机重680公斤，最大载重量为160公斤，最大设计飞行高度为1000米，最大设计飞行速度为时速130千米。旅行者 X2 在飞行中无二氧化碳排放，符合城市绿色交通出行的目标，可满足城市内短途出行需求。目前 X2 搭配手动驾驶和自动驾驶两种驾驶模式，其中自动驾驶功能可根据设定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飞行时间，沿着规划的航线自动飞行。在 X2 的自动飞行过程中，乘客无需具备专业的驾驶技能，只需通过一键启动、一键返航、一键降落等简单操作，即可拥有安全智能的飞行体验。在此次跨江飞行之前，该飞行汽车号称已经进行了近4000架次的试验试飞，今年又开展了城市 CBD、海域、沙漠、景区等多种应用场景的飞行测试。小鹏汇天创始人、总裁赵德利表示，基于旅行者 X2 的研发成果和场景探索经验，汇天正全力以赴研发下一代陆空两栖的飞行汽车，计划2025年量产交付。此外，小鹏汇天自主研发了5代智能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汽车，试飞15000余架次。另外，今年1月30日，小鹏汇天旅行者 X2 已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颁发的特许飞行证，旅行者 X2 成为国内首款提出申请并成功获批的有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产品。原本魏小李是新能源3剑客，但是随着理想的爆发和领跑，哪吒的发力，理想跃上新能源一哥，并且是一骑绝尘，未来跌至第2，而总量上小鹏已经被领跑和哪吒超越，跌至第5，并且总销量不到理想的1/3。旅行者 X2 虽然是小鹏汇天自主研发制造的一款双人版智能电动飞行汽车，可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款旅行者 X2 没有陆地驾驶能力，更像是一个大号的大疆无人机，加上新增的客舱和人工操控系统。
但是显然是无人驾驶技术要求更高。换句话说，如果拉近大疆和小鹏合作研发飞行汽车，就是典型的互补和双赢。即便是大疆单独研发飞行汽车，也会更具优势。从现阶段旅行者 X2 飞行汽车的发布可以看到小鹏汽车的发展路线和研发实力，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要想把飞行和汽车的功能合二为一，难度比单独造车或者造飞机高出太多。比如飞行路线的规划、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对应的法规政策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难题，而且飞行汽车怎么卖出去也是个问题，前期难以形成规模，也就无法降低成本，普及更是遥遥无期。在小编看来此举或许能进一步赋予小鹏公司高科技公司形象，但是能否提振电动汽车销量仍属未知。而目前决定小鹏生死的依然是电动汽车。不过话说回来目前低空经济还在探索阶段，但如果低空经济能够发展起来，确实能解决很多民生问题，比如早晚的高峰拥堵问题。就在最近，国内首条 eVTOL 商业航线宣布将于今年10月开通，从深圳到珠海打飞车仅需15分钟。所以不论是投资人还是消费者，都对飞行汽车抱有极大期待。那么你觉得飞行汽车时代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到来？2020年9月，湖南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拓展省份。近年来，湖南着力打造低空空域改革湖南样板，构建了全域低空空域协会运行管理的技术和制度保障体系，催生出12项全国第一的改革成果。湖南省低空协同委办公室主任罗建军表示，全国首个飞行汽车跨江运行场景在湘江首飞，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以及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进一步促进省内外通航制造服务企业的合作与沟通，进一步促进湖南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红利释放，进一步促进低空交通领域的发展与完善，早日形成更多的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并可复制推广的低空应用场景，为全省乃至全国低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思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长沙亦积极拥抱蓝天，通航产业加速起飞。活动中，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级巡视员蒋吉正表示，希望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促进长沙市低空经济多元化发展，推动更多低空产业在我市落地，助推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对飞行汽车而言，跨越拥堵、障碍、河流的能力是它所必须具备的。但是今天它能突破传统交通的限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湘江，充分展现了政府和企业对于未来城市立体交通的探索和努力。我们今天做的远不止一次简单的跨江飞行，借助湖南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红利，搭建全国首个飞行汽车跨江运行场景。除了进行跨江测试飞行，还将开展融合飞行的起降场地软硬件设施规划、地面交通和空中交通的融合运营、低空航路航线规划、基于应用场景的低空运行管理平台等一系列的研究。小鹏汇天创始人、总裁赵德利表示，飞行汽车产品作为交通工具领域的全新物种，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没有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生态和法规体系，需要生产商、销售商、运营商、空中服务提供方、监管方等各方共同协同探索努力，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此次在湖南省低空空域协同运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长沙市人民政府的牵头下，小鹏汇天、航空工业长沙院、湖南省通航公司、湘江通航、湖南永通集团、经纬航通联合签订长沙市低空飞行汽车应用场景探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开展飞行汽车应用场景探索，研究低空交通运行体系，在湖南联合打造飞行汽车应用试验区，为湖南甚至全国的立体交通建设、融合空域管理、低空运行保障、飞行汽车应用奠定基础。
飞行汽车要真正实现量产和交付，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法规的完善、低空空域的逐步开放等。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近20个省区市将低空经济有关内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今年6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对无人驾驶航空器从设计生产到运行使用进行全链条管理。在低空空域开放上，湖南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拓展省份，肩负为国家市制度、为湖南谋发展的重任。向低空发展，各方都在积极行动，飞行汽车飞进千家万户，或许指日可待。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飞行汽车的价位应该在哪个区间？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